Taiwan rocked by a deadly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It's the most powerful earthquake to hit the island nation in 25 years. Here's what we know right now. Rescue efforts are underway. More than 24 buildings have collapsed, and people are trapped. The epicenter of the quake located just south of the tourist city of Hualien. 你们还好吗？希望你们大家都没事。这几天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就觉得还是要趋吉避凶，不是说放弃自己，是说每个人还是要做最好的准备，但是也不要觉得一定100%自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有时候还是会有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情。那遇到了你就只能说去放下，然后去面对，这样。希望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平安。大概在这几天吧，我看 YouTube 有几个移民去加拿大的。怎么说移民呢？它分2个阶段，就是说，第一个是说他是用打工度假的方式，就是打工度假到那边大概2年3年，没有到2年3年，然后他就拿到这个永久居留权。第一个阶段先是永久居留权，然后第2个阶段才是变成他的公民，这个是2回事。然后刚好这个第一个 case 第一个案例，它就是刚好遇到疫情期间，加拿大政府他把那个分数把它降低，所以他就很快他就拿到永久居留权。那我看他们那个底下的留言都是恭喜这样，没有人说你叛国，你什么，你逃跑，没有这样，都底下留言都是恭喜。那第2个就是说，好像是应该是我猜是夫妇吧，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到一男一女的一个频道，他们是说他们宣誓成加拿大公民，就这个就是第2个阶段，就是你当你拿到永久居留权以后，然后到那边一段时间，然后还要考试嘛，那考试之后再宣誓成为他们的公民。那到那时候的那个就不用永久居留权了，你就变成他国家的人这样，对啊。那这也底下他的留言也都是恭喜，也没有人说你是什么逃跑，对啊，你可耻什么，没有这样，都是恭喜他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因为人生每个人自己选择的，对啊。他就觉得，当然人会希望说只有一辈子，会希望去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居住的地方。对，像他如果说他到加拿大，或是他比较先进国家，那他们就比较容易说安居乐业，因为他薪水大概高一点嘛，不然就是他的房价所得比，你们应该知道，房价所得比就是说你们国家的所得跟房价中间的比率是多少？台湾是数1数2高的，就是你上班族基本上已经买不起，上班族买不起，你一定要靠你的家人或是你的父母资助你，或是你拉长那个贷款的年限，就是打算没有要还的，拉长贷款年限就是没有要还，就是你本来20年你就缴清了，现在就有人就要弄到30年。对，政府弄到40年的原因也是，就是他没有要让房价下降。那基本上一个国家有没有那个房价，只要上班族买不起，大概应该就会下降。但是因为就看政府怎么做。那台湾的政府是一直把它拉长年限，就是变成说什么20年你买不起，那我就拉长30年，30年买不起，我让你拉长40年，那你就变成说一辈子都在还这个房贷了。就变成说大家都没有要还了，但是在先进国家有一些不是这样，有一些是变成说
他会帮你变成你的薪水一定买得起。对，买得起是缴清哦，不是说你一直延长那个还款期限，不是，是缴清啊，要不然就是他有那种什么公共住宅啊，什么社会住宅啊，然后租给你，然后一辈子不能把你赶走，对，因为一辈子不能赶走你才可以有这个计划嘛，才可以说你的很安心的去生下一代，那下一代的学区什么你才好，你才容易去安排。对，但台湾这个很畸形的，所以就很多人要移民这样，就越年轻，当然移民的机会越高嘛。然后通常会移民的，通常都几个族群，我有想过，第一个族群就是他是艺术科系啊，不然就是他是属于文组的，对，他就什么历史啊，然后什么语文科系啊这种，对啊，艺术语文，或是一些冷门科系，他没有办法。他不去的话，他在台湾根本活不了，这一定是变成领最低薪资的服务业，搞不好2.7万啊3万这样。你说台湾，你说服务业都说3.5万啊，那个都是12小时，有些甚至2头班哦。2头班是什么呢？2头班就是你事实上你待在那个工作地方，你可能是饮料店，可能是餐厅，事实上都每一天都超过12个小时，但是老板就说那是2头班，就是中间没有客人的时候，例如说下午2点到4点，这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不算你钱，他说那你中间你要去休息啊，你要去外面什么逛街什么都可以，因为这时间不算钱。但是你大概5点就要再回到店里面，然后又继续到9点10点这样，就变这样。对，就等于是例如说10点你到店里，开始准备食材，要中午啊，准备中午的那个客人，然后到2点没客人了嘛，休息时间啊，休息时间他就不给钱，他就变成说2点到5点不给钱。啊，说你5点要回来，但中间你要去哪我都可以啊。你中间要睡觉，你要打电动都可以。但问题是，想是这样讲的，但是老板很贼。老板很贼是怎样？老板是你住很近的，例如说你家住在隔壁巷子，走路就到的那种，他不用你啊，他不录取这种住附近的，他故意要录取住远的。因为你住远的，你中间这4个小时不可能回家，你一定是在店里面什么小房间里面啊，或者是你在附近这样，对啊，因为你在小房间里面，它中间有厂商送货，你还是要出来收，你不是说我休息我不管，没有这样，你还是要出来收，你敢不收吗？你不收，他老板就说你那个什么态度不好，你的工作配合度差，他就跟你讲这样，对。你很多人都说我住附近反而不用，反而他不录取，他就是要录取远啊，这样你才不会跑嘛，你不会自己回家。所以，说3.5万，事实上有但书，所以不是说想象中经济这么好，说每个人都3万5、4万，没有，不一定，他是有但书，他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做12小时。然后刚刚要回到刚刚说移民的这个族群就是这些，就是他不得已要去做服务业才有3万这些人，不然就是做行政助理领最低薪资，会变这样。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行业在台湾没有发展，但是在国外有发展。啊，当然就是你那个什么艺术科系、影视科系最多嘛，对啊，艺术影视科技最多，因为艺术在国外它的人口多，所以它不需要到很顶尖，它就可以糊口。但是在台湾，因为人口少嘛，它的市场比较小，所以它就变成说它一定要很顶尖，它才可以赚到它可以生活费的。对，它国外不用嘛，国外它人多，它不用到很顶尖，它可能他只要在竞争者的50%，他就有饭吃。那台湾你要在10%才有饭吃，所以他就只好离开这样。对，那第三个族群是什么？就是他是中年人，然后在台湾他活不下去了，
他已经大半辈子他都已经努力过，但是没有成功。然后他想要到海外去最后一搏，这种人，但是很难因为在其他国家他的劳动力有没有都是要求要最多我大概就是32以上就很难，32以下还有机会啊，通常都是要年轻人啊，通常你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或很容易可以当他国公民的人，都是年轻人，因为他还不用有什么技术，他就可以要你，他就变成会变成他国的一个劳动力，所以他优先让你先移民，所以那种中年才去的，通常都是他运气很好，或是他是有一笔资产，就是去那边做投资移民。对啊，通常年纪大再去，要么就是有小孩的，就是为了小孩刚出生的这种他要去，因为他为了小孩子，他自己没成功没关系，去那边当基层劳力没关系，但是他小孩子有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单身，他就一个人过去，反正就命一条嘛，在台湾也是过不了，不如去那边还有最后一波机会，这是第三种。那通常会去的国家有几个，就是都先进国家居多嘛，就是美加澳日韩最多，移民的最多。对啊，通常如果说这附近邻国都是日本、韩国居多，韩国最近比较少，韩国比日本少。通常会移民都是日本多，因为韩国跟台湾一样有战争风险，但在日本没有战争风险，所以他才要通常日本多这样。对，那美国美加澳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战争风险，所以它大概就是台湾人会去移民的地方。对，我自己观察到看法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有别的我不知道的部分。对，那目前我看到的是这样。啊，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环境问题嘛，对环境不满，就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已经跟房价绑在一起，就台湾的政府他没有要让房价跌的意思，他就是一直让你延长，所以上班族就一定买不起，所以我觉得这都有原因的，诈骗那么多也有原因，也是这个我自己觉得也跟这个有关系，也跟房价有关系，因为他就上班族买不起，所以他就只好去做诈骗。他只好去做业务，对，就是什么当理专那种靠奖金的，他没有办法说靠一个技术去脚踏实地领薪水可以买，没办法这样。所以就很多走偏门的，他很偏激的年轻人，他就是我一次要赚很多钱啊，有的用诈骗的啊，有的是用话术去什么销售的，强迫推销的，然后什么恶意推销的，一堆。然后诈骗朋友的，骗哪里？骗亲戚的，他这个我都觉得跟房价是脱不了关系。你如果说上班族买得起房子，这些东西都会减少。所以就是看政府怎么做这样啊。但是没办法，政府就是你不管是哪一边的政府，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的政府，他都是会一直延长。买不起我就让你贷款。就变成还是用贷款的嘛，不会想说，让房价维持不要涨，不是这样，对啊，所以基本上，年轻人移民，我觉得我自己是我是觉得情有可原的，当然有一些老一辈人就不认为这样，对啊，不认为说应该要移民，但是没办法，他留在台湾，他活不了嘛。对啊，这就要想想看了，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年轻人留在原本他出生的地方？这个，我想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了。这也不是，虽然不是我能改变的，但是目前，年轻人他就是要去找活路嘛，找生路嘛，没有办法，就跟一堆人移民他 PO 影片底下都是说恭喜拿到 PR， 那就是恭喜，宣誓公民也说恭喜，这样，
对，年轻人很少说啊，你逃跑什么？没有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这个态度其实没有说这个一定的对错，对，我也觉得人趋向于说自己更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就是人生是自己的，然后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人生，也不要去评断别人的人生，自己过好自己的自己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对啊，别人的人生你去干涉，人家只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人多管闲事，你这个人管太远，管太宽，住海边，对啊，只会惹人厌而已嘛，就还是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不要去情绪勒索别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很好的长辈，这样很好的一个前辈，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人生，不要动不动就情勒，对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对整个的自己的人生也不好，这样，所以还是想清楚啊，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应该要遇到的困难嘛，所以要看清，要看清。